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吧，在摄影这个领域，拍卖里边前3名的作品都是谁的？第3名应该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位杜塞尔多夫学派的，他拍的蓝银河。第2名是一个叫 Edward Steichen 的美国摄影师，他的那幅作品是纽约有一个熨斗大厦。第1名呢就是伊曼纽尔·帕特尼斯基，这是曼雷以前的名字。他们家是一个犹太裔的俄罗斯移民，由于那个时候有一些反犹的倾向嘛，他的家族后来就决定把这个姓改成 Ray， 所以后来曼雷就改名了，就变成了 Mary。这张照片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安格尔的小提琴。首先这个模特呢，就是曼雷在一个时期的伴侣 Kiki， 法国当时一个名媛吧，她就是当时那个时代曼雷的 muse。曼雷创作了很多作品，都是关于她的。这个安格尔小提琴呢，它这个安格尔其实就是指新古典主义的那个安格尔。安格尔他除了是一个画家之外，他也是一个小提琴手。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是属于你第2天赋的东西。那到底是摄影这个事情是他的安格尔小提琴呢，还是说 Kiki 这个人是他的安格尔小提琴？也有它的不确定性，可能值得玩味的地方也在这个地方。曼雷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他拍过他同一时期相当多的名人和艺术家，对应上了中国的萧全。曼雷他最早是一个 painter， 后来他开始摄影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要拍他自己的作品。他说我找不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摄影师去帮我拍。I was a painter before I did photography. I did photography for a special reason. I wanted to photograph my own works. And I couldn't find a good commercial photographer. So I bought a camera and began to photograph my own works. 一开始可能就随随便便也给大家拍点肖像，后来就拍着拍着，很多人慕名而来找他去拍，结果就是诞生了比较经典的一些肖像作品啊。这个不用说了吧？是毕加索。这个呢？杜尚。这个你能猜出来吗？还是毕加索、乔治布拉克、达利，这个你能猜出来吗？海明威吗？我靠，这个猜出来了。这个康定斯基不是啊，科布西耶，这个应该知道。是马蒂斯。这个呢？Coco Chanel。哎，对对对，这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曼雷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他结识的这种艺术圈、文化圈的人特别多。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呢？这个就要回到他在纽约的时期。他最早呢，在纽约的高中时候念的是建筑，出来呢也是给人画一些插画呀、制图和设计的东西。一个很关键的节点是呢，他去观看了1913年的军械库当代艺术展。这个艺术展里边就囊括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艺术家，塞尚呀、杜尚啊、毕加索呀。他看了那个展览以后大受震撼，他有一个画廊的朋友把他跟杜尚介绍认识了。杜尚在1915年返回到纽约的时候呢，就去拜访了曼雷。曼雷自己说，我也不会说法语，杜尚也不会说英文，但是我们俩似乎就能交流起来。杜尚在纽约待了一段时间，他和曼雷2个人可以说就是把达达主义的这种观念带到了美国，并且在那边开始推广。你看曼雷早期的一些绘画，这个就是楼梯上的裸女嘛，杜尚的作品，他画了一个就叫武神者。我们之前其实也有讨论过楼梯上的裸女表达人的一个动态的这样一个状态，他这个武神者也是这样一个概念。除了这些之外呢，曼雷还做了很多现成物，其中这个比较著名的一件叫 gift， 他当时就是到了一个杂货店，看到有一个铁的熨斗，把这个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在上面又粘了很多钉子，他就说这个东西就开始变得无用。当然这个东西也不是说完全的无用，它还是能表达一些观念的。gift 其实在德语里面是有毒药的意思，这个观念就是一种双重的礼物，这个东西它也有可能是有毒的。给白雪公主的红苹果。它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装置，63个衣架构成的。从第一个衣架挂上之后呢，两边各挂2个，以这种逻辑的方式去推算下去。他说，如果说这个衣架按照这种方式不断的重复下去的话，它就会填满整个博物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障碍。因为他那个时候刚好在达达那个时期，他就觉得之前一些惯性的思维、重复的东西，就是他们前进当中的一种障碍。他有很多很关键的这种现成物的表达，跟杜尚很契合。杜尚回到巴黎之后，邀请曼雷到巴黎，认识了当时法国这些顶流的艺术家，跟他们在一起进行很多创作，当然也给他们拍了很多肖像。曼雷呢，他自己也是在不断的创作，后期呢开始慢慢的转向了超现实主义。他自己有一个在当时非常特立独行的创作手法，叫 Reograph， 它是一种 cameraless 的这样一个摄影作品。现在讲起来这个事情可能是很简单的，就是你把一个现成物直接铺在一个感光相纸上去曝光，直接显影，这个物品就会1比1的等大的就出现在这个显影纸上，而且这个东西是没有底片的嘛，就变成了唯一一个孤品。其实我很多年前不是也拍过一些，但那时候你知道曼雷吗？我不知道哎，但是我有见过那种作品。曼雷呢，他曾经表达出来一些他对这种创作手法的这种阐述。他说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工作过，我摆脱了粘稠的绘画
大介质，直接用光来创作。我找到了一种记录它的方式。我的新作品中，主题从未如此贴近生活本身，也未如此完全的转化为媒介。这个其实从刚才它的现成品画到这里来也是很合理的。创作手法有时候是有随机性的，但是他的思想体系是厉害的。他这种创作手法给超现实表达提供了很好的一种土壤，包括他做的那个安格尔的小提琴 ，Kiki 背上那2个 F 音孔，并不是他画在他背上的，那2个音孔是在后来暗房的时候用遮挡投在上面去的。我第一眼看到那个安格尔小提琴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东西有点老，这种形式。但是当你回到那个时代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东西的了不起的地方在哪里。现在你看到的所有这些结果，从技术角度的层面来看，都是非常容易能达到的。但是你要回到当时那个年代，他的这个观念是很可怕的。他后面还有一种摄影手法，也是他当时比较独有的，就是他的暗调好像有一种过曝的感觉，让整个被摄物出现了一种轮廓上有光的这样一种特效。那种特效是曼雷当时在暗房里面偶然的一次曝光失误造成的。他突然觉得这个东西和超现实绘画某些地方是有相似之处，所以说你的偶然是来自于实践，还是因为现在实践的成本低了嘛？因为你刚才也提到，几年前你也做过一次类似的这样的艺术实践。现在了解了曼雷之后，你再回想你当时的那个行为，你有没有新的体会啊？或者说你能回忆起当时你做这个事情的初衷吗？当时其实我有一个初衷和他刚才打动我那句话有点像，他是1比1的把这个东西放在上面，似乎你在触及这个事物的本质。我把一个植物的形状采集回来，然后放在相纸上，对它进行曝光，这个植物出现了一种转化，它从一个客观的这样一个东西，经过我的处理变成我主观的一种印象。你如果直接去拍一个植物嘛，它好像缺少了一些这种很费劲，看上去比较愚蠢的这样一个过程。曼雷他所处那个时代，商业摄影也是开始蓬勃发展，所以他当时也被请去了很知名的这种杂志社啊，包括后来去好莱坞很多电影做艺术总监呀。他在时尚界也是比较先驱的，比如说用室内的灯光呀，做一些光影的造型呀，就启发了后面很多的时尚摄影师。他在那个时期给 Vogue、给芭莎、名利场都拍过一系列照片，包括他创作了一个比较有名的作品《玻璃眼泪》。乍看的话，觉得这个作品好像艺术性挺高，但实际上这个作品在当年就是一个商业广告，是一个睫毛膏的广告。当时很少有人直接把相机怼到你脸上去拍，不太会拍这么局部的东西。单从这样一个角度上去看的话，它可能也是挺大的。梅西马基拉就一个采访当中曾经提到过曼雷，他就说我没有意识到曼雷在我的品味形成过程当中占据了多少分量，但是我通过其他人反应，我才了解到他的超现实主义在我身上有多少。我又翻出来马基拉一些设计的东西，他这个分子学，你觉不觉得就很像他们做的那种现成物艺术品？曼雷在1976年的时候去世了，他还是被当回了法国生涯成功的地方。他的墓志铭上面就写了一个很有趣的话：漫不经心，但绝非漠不关心。曼雷他的每一个作品，摄影的也好，装置的也好，绘画的也好，他都能阐述出很多意思来。漫不经心可能指的是他对媒介的这种表达，就是你看他的这些媒介非常综合，一会儿弄弄绘画，一会儿玩玩摄影，一会儿又摆弄摆弄装置，似乎没有一项是他的专长一样。但其实你综合来看的话，他是有非常强烈的一个观念和他的表达。他的思想体系很完整，内核很稳定，所以他不只有一把安格尔的小提琴。弄一个那种假模特，他把每一个模特寄给不同的艺术家，你可以做任何事情，我收集回来拍个照。那不就是暴力熊的鼻祖吗？